谁能想到一档演员竞技综艺里最封神的演技名场面，居然是一个景区扮孙悟空的 NPC 给的？小孩，你过来，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我自己都不信。本来只是想找个综艺下饭打发时间，结果愣是被这个叫雪饼猴的男生狠狠戳中了心底最软的地方。他就是那个在景区穿着厚重玩偶服，被游客呼来喝去的雪饼猴王铁柱。当他的名字出现在无限超越般的学员名单里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过是来凑数走个过场的酱油选手。可没人料到，他仅凭一段短短几分钟的卸妆独角戏，就让台下见惯了风浪的老戏骨们集体陷入了沉默。好了，不要演了，把我害惨了。哦，好想抱抱你。要知道，在这个舞台上，能让一向以严苛著称、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李成儒，眼光毒辣、对劣质表演零容忍的郝蕾，还有共情力极强的何赛飞，全都红了眼，足以见得这段表演的穿透力有多强。当时导师给出的即兴考题是结束一天工作的打工人回到家卸妆时和家人视频通话，就是这样一个极度生活化、没有强戏剧冲突，甚至很难演出彩的场景。雪饼猴一出场就给了浮华的内娱最震撼的一击，太多演员演疲惫只会刻意皱眉，用夸张的肢体硬凹状态，但雪饼猴不一样，他先是一声压着嗓子的轻咳，肢体看着松弛随意，每一处却都藏着掩不住的疲惫，连呼吸都带着沉甸甸的无力感。妈妈的视频电话弹进来的那一刻，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刻接听，而是对着镜头深吸了一大口气，硬生生把眼底所有的委屈、低落和狼狈全都咽了回去，上演了一出教科书级别的变脸。电话接通的瞬间，他脸上立刻堆起了嬉皮笑脸的模样，仿佛刚才那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根本不是他。我刚下班，领导今天呢，这顿给我夸呀！凭啥呀？你说我孙悟空演的好嘛？你大儿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身的本领。明明前一秒才刚被领导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转头就对着电话里的妈妈说自己被狠狠表扬了。这一句轻描淡写戳中了多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声。他还在电话里故作轻松的吹牛，说着自己争取到的新机会，争取到一个他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绝对能火。啥玩意儿啊？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就是就给吃的，给吃的趴那儿就给吃了呗。可电话那头的妈妈从来不在意他能不能火，她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有没有受委屈，有没有累着。你缺不缺钱那不是你的吗？我给的是我给的。啥玩意儿我的？啥玩意儿我的呀？我跟你说了，挂了吧妈。听着妈妈那句最朴实最戳心的叮咛，雪饼猴再也绷不住了，眼泪瞬间涌了上来。这段表演结束，全场彻底破防，台下的学员们哭得稀里哗啦，见惯了大场面的导师们也红了眼眶，刘涛更是给出了表演领域的最高评价，最发自内心的无表演，很多演员演也演不出来。很多人不敢相信一个常年在景区的 NPC 怎么能交出如此细腻、如此有穿透力的表演。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份能直击人心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靠花哨的技巧演出来的，而是他刻在骨子里、融进血液里的真实人生。父亲早逝，爷爷重病，奶奶脑瘫，这些事随便拎出一件都足以压垮一个成年人。可当年年仅12岁的王铁柱，不得不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成了家里的顶。后来他从吉林艺术学院毕业，本该站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闪闪发光，却为了生计一头扎进景区，强撑笑脸讨生活。其实雪饼猴根本不用刻意演疲惫，因为现实生活早已让他尝尽了生活的苦，他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剧本。